这一次的旅行，我要去一个一直很想去看看的小县城，它位于重庆东北部，在重庆和陕西、湖北的交界地带，一路上都是连绵的山区，壮美的喀斯特地貌移步换景。这里山势险峻，人们沿河而居，许多老房子依据地势修建，和自然融合在一起。这些阳台就是靠一根细细的木头把它撑住，在这个石头上面建的房屋。神秘的群山深处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无锡县的烤鱼街，找了一家烤鱼店，看一下能不能吃得着。要说无锡县的烤鱼正宗还是万州烤鱼正宗呢？好像两个地方大家彼此都不太服气。城娃子烤鱼就到这儿。大宁古城的古城墙，就在这个古城墙上吃烤鱼。烟火气是什么？这儿就是烟火气。走吧，看鱼。二十要一个菜车。成鱼有好大的？小一点的嘛。32。好，要得。哇，这个看上去不错哦。无锡县排名第1的烤鱼，城娃子烤鱼。炸的那得晒，烤好的鱼得晒。我们鱼不加热，我调的可以吃。舒服的很。好。尝一下啊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哇，微微辣的有点辣。还要加什么调料啊？我们自己秘制的调料，就是要花椒鱼要加调料，必须的才 OK。哦，好嘞，谢谢老板。说花椒鱼要加调料，不然的话太淡了，所以人家生意这么好。这个是什么调料？哇，这个看上去很爽哎。哎，这个吃起舒服啊。哦，好嘞。OK。谢谢老板。开了的给你留以后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都是你们的，都是我们的。吃完烤鱼还不是太晚，来古城的街巷里走一走。这条巷子没有商业街的热闹，但依然充满烟火气。可以想象，一到白天，这里必然也是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的场面。银河街便民服务中心。大宁古城其实就是无锡的老县城，有1800多年的历史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三峡库区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古县城。其他地方的老城几乎都在2003年三峡开始蓄水以后，陆续被淹没在长江之中。好有年代感啊！这街坊四邻都是很熟的。从大马路一拐进老城，好家伙，感觉一下子掉进了老照片里，真有点像我小时候待过的那个五线小城的老街，那种被时光遗忘了，有点跟不上趟的感觉。这就是晚上的无锡老县城。这里好多旅社呀，感觉这儿还是有些破旧，经济可能也并不是太好。听本地人说，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。无锡这个地方身处大山，交通不便，经济发展本来就滞后，搞城市建设的钱从哪儿来，一直是个难题。老城以前人口多，路又挤，这种底子好像就决定了老城的调子。热闹是他们的，沉静和缓慢是这里的。巷子深处，灯光是那种暧昧的粉红色或紫红色，印着有些看不清招牌的发廊、按摩店。走在这儿，一边会为它的破旧和历史感到唏嘘，另一边
那些顽强亮着的灯，那些还在经营的小夜摊，甚至那些暧昧的灯光，又好像在告诉我，生活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就像我们很多人记忆里那个有点落后的老家，虽然哀其不幸，但又深知它的每一条街道里都藏着一些无法割舍的复杂的人间真实。晚上9点了，但是还有这么多人在这儿卖菜。当地人说，这片儿的命运和附近那个更有名的宁昌古镇其实是绑在一起的。那里以前是上古盐都，靠盐养活了无数人，可盐场一关，就像抽掉了几两骨，短短几年人都走光了。虽然说的是宁场，但那种人走正荒的凉气好像也漫到了这边。我决定去宁昌古镇看看。离开乌溪县城7拐8绕，当看见大宁河边那片灰扑扑的吊脚楼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种沉甸甸被时光狠狠砸中的感觉。宁昌古镇它是一个特别破败的一个地方，因盐而兴，但是后来盐业衰落以后，他们这个地方陆陆续续就破败了。辣椒，在这儿晒干辣椒。哦，在秋腊肉哈。烧啊！哦，烧腊肉哈。烧到煮了吃啊！哦。现在这个地方没得好多人的呀，嘎。还多啊！还多吗？多。还有好多人呢？光这一个地方还有20多户啊！还有20多户哈。哦，这个地方是原来生活的地方哈。这是原来的供销社呀，原来的几大这个派出所啊、镇公所啊、区政府啊，都在这个位置上。哦。喵，腊肉你吃不了啊？哎，啊？整个豆腐在这屋里去爬没？爬一头去，你不要。对。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好像带给我一遍。现在的宁昌古镇很破败，缝隙里钻出倔强的野草，头顶的木梁歪七扭八，很多老屋的木板已经泛黑变形，窗户只剩空洞，有点像一双双失神的眼睛，望着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主人。在一栋摇摇欲坠的筒子楼前遇到了一个老人，用了一些有点难懂的方言告诉我，他年轻时候就在镇上的国营盐场工作，那时候机器轰隆隆响，下班铃一响，满街都是人，娃娃跑，婆娘喊，热闹得很。他指着眼前空无一人的巷道跟我说，盐场关停后，年轻人就像鸟一样飞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回不去，早已流逝的光景，手里的那一张坚硬模糊不清的车票，成了回忆的信号。我挺喜欢宁场，因为它没有被粗暴的修旧如新，没有千篇一律的旅游商铺，也没有喧嚣的酒吧和叫卖声，很多的破损都是真实的年轮，每一片衰败都写着真实的故事。其实宁昌古镇这样的地方全国也有很多，也让我很矛盾，又害怕它被过度开发变成一个庸俗的仿古景点，又害怕如果再不进行修缮和保护，
也许再过10几年，这些承载了太多记忆的实物证据，就会在自然的力量下彻底消失。那些历史遗留的痕迹，正在眼前不可逆转的逝去，可能以后再也看不见了。这条古街有很多的吊脚楼、过街楼，很多的古建筑，沿这个后溪河延伸出来有3.5公里。他们以前把这里称之为7里半边街。这个是大宁盐场遗址。最后我去看了曾经带给宁场镇巫溪县无限风光的源泉。卤水，这个是咸的。哦。直接自己都可以熬的。啊？接一瓶带回家就可以熬盐。这条从山洞中流淌出来的水流，它是咸的，也就是靠这一股咸水，不仅养活了一个跨越1000年的传奇，还曾经富甲一方。围绕这口盐泉，8人建立起了庞大的制盐中心。狭窄的山谷里，煮盐的灶火昼夜不息，满载盐巴的船只在大宁河穿梭不停，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。从唐代开始，这里就是国家级重点产盐基地，一直到明、清，都是大宁盐场的黄金时代。直到90年代，随着最后一口盐锅的关停，曾经热闹的街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衰败，曾经两栖渔火、万早盐烟的不夜城，变成了大山深处的盲场。